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跑步这件事儿是我高中时候的经历了。我上的是职业高中，当时入学的时间是2021年的9月，住的宿舍开始是5楼，可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换到了4楼。恰巧那个宿舍的门口正对着楼梯口，在还没入住以前就听到学校里有些人传那个宿舍里头有灵异事件的发生。当然我本人是不信这些的，可是入住的当晚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因为第二天一早呢要军训，再加上晚上熄灯的时候会有教官来查寝，所以我们宿舍睡得特别早。当时我躺在床上，也许是因为换了新环境不适应，久久的没有睡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就在我闭着眼准备强迫自己睡的时候，突然不知道是做梦还是什么的，就感觉听到外边有人在走动的声音，一直在我们宿舍的门口走来走去。当时心里还在寻思，这么晚了，教官和宿管老师都不带睡觉的吗？正当我纳闷的时候，那走路的声音突然变成了跑步的声音，就好像是有人在宿舍外边跑着，像是从这头跑到那头来回的跑。这时我有点害怕了，就把头蒙在了被子里不敢出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外边没有声音了，我这才慢慢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我问舍友听到没有，结果他们的话让我毛骨悚然，他们也听到了那个声音，可是由于害怕，所以没有任何的反应。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结果班主任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出现了幻听。就当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的时候，更可怕的事情来了。第二晚，我们宿舍由于有2个人请假，所以宿舍里也就3个人。当我以为不会再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没想到又开始了。这次不只是跑步声，还有一个女人尖锐的笑声。我当时就吓得叫醒了室友，他们听到以后也吓了一跳，然后有个舍友呢就壮起了胆子，打算出去看一看。结果就在开门的一瞬间，声音戛然而止。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了一眼手表，奇怪的是我的手表也停止了，正好停在了12点。第3天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就给我妈打电话要请假回家。到家的时候我就发起了高烧，还一直的做噩梦。后来家里人也找了高人给我看了一下，说是撞邪了，嘱咐我奶奶在院子里烧点纸就好了。我奶按照她说的做，结果我就真的好了起来。这件事情一直印象深刻，尤其是当时听到的那个声音，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点发毛。虽然我已经毕业了，远离了那里，可还是生怕再次听到那个声音。尾房。鬼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那个时候呢，互联网才刚刚普及，电诈产业还都没萌芽呢，我却要跟在游戏里认识的人奔现了。那个时候的奔现可是来真的，因为是临时决定见面，加上是圣诞节旺季，我平常会订的3星级酒店课已经满了。旅行社说5星级酒店呢有一个特惠套餐，订某航司的机票可以享受低价，能订到他们家的套房，我呢就给信了。我住酒店跟很多人一样，会开着电视关掉声音，虽然我只看综艺频道或者是音乐频道，一般睡觉的时候我会调到新闻频道，因为台湾那时候蛮流行灵异节目的，
我怕睡到半夜，醒来以后看到什么可怕的画面，而新闻频道比较安全。那天安全的抵达台北，到了那个酒店，入住的时候，这个前台的表情怪怪的，我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他们觉得我不太会打扮。那个年纪嘛，总会往这种事情想。进了房间也没啥，刚也说了，互联网还不发达，什么尾房啥的禁忌是听都没听过的。我只记得房间并不是在走廊的尽头，记忆中是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好像在走廊的中间。可仔细想想，其实那就是一个尾房。这个房间很大，跟一居室似的，一边是客厅，有沙发、小茶几啥的，另一边是大床一张，有大窗户，外面呢是城市的景色，没啥奇特的。确认了房间里面没有藏人，卫生没问题，水也能用，我呢就匆匆地出门赴约了。吃完饭回来已经挺晚了，因为白天下班再去赶的飞机，我奔波了一路非常的累，所以呢看了会儿电视就睡了。当时睡得还挺好的，半夜就很自然地醒来。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红衣服黑长发的年轻女孩，大概是20来岁的样子吧，在我膝盖的位置，感觉是坐在那儿，反正她就在那里。我身上呢也没啥不舒服，她转过来看我，脸上的表情不是狰狞，而是觉得无聊的样子。发现我看着她，她举起手指了指电视。其实就几秒钟的事儿，我迷迷糊糊地倒下去，又睡着了。当时也许是以为自己在做梦吧，到这里第一天就结束了。第二天啥事儿都没发生。第3天傍晚买了点吃的，早早地回到了酒店。一直在想回去上班，又要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老板设计陷害。这老板一天天变着法儿的想扣我的工资。然后我呢一边淋浴一边烦恼，突然耳边响起了碎碎念的声音，是一个低沉的女声，像是中年女性的那种，可能说的是泰语，反正我也没听懂。然后我就开始说，哎，我今晚最后一晚住在这儿了，这几天住得还挺好的，打扰了，我明天就要回去，后天就要上班了。澡也洗完了，关水的时候我终于闭上了嘴，可这中年低沉的女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停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好像早就停了，也是我没注意吧。后来想想，有没有可能是隔壁储藏室里有阿姨聊天的声音？但不可能的呀，因为那个声音穿透了水声，像是直接贴在了我耳边说的一样。我总觉得这家酒店的套房里头发生过什么故事。头梦。鬼说大概是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上起床前的梦境里都会有一个梳背头的中年男士来叫我起床。他一脸慈祥地出现在我的床边。我当时年纪小，根本没意识到每天都做着同样的梦有什么问题。相比之下，迟到了被老师骂则更为可怕，所以呢都是一早一咕噜起床洗漱上学去的。直到有一天，应该是接近小升初还是刚上初中，我又梦到了这个叔叔来叫我起床。这次不一样的是，他还补了一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了，然后一脸慈祥的微笑。可惜的是，我本能的跳起来更衣洗漱上学去了。隔天是听到了闹钟响才起床的，这才意识到前面一直都是有人叫我起床的。后来我跟妈妈说了这事儿，也形容了一下那位叔叔的样子。妈妈说听起来像一个她也没见过几面的去世的长辈，到我这儿可能要喊他舅公或者太舅公的那种。仔细想想，我当时睡的是儿童床，每天看见他都是只有肩膀以上直着身子的，就在我的床边。正常人来说，
不管你蹲着还是趴着，都不可能是那个角度的。而他每天投梦于我的原因，我至今都想不明白。好了，本期结束，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欢迎投稿给鬼叔。下期不见不散。